知道大家最近出门买东西会不会觉得东西都越来越贵了呢？明明赚一样的钱哦，怎么觉得越来越不够花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通货膨胀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从去年底开始，有不少知名的餐饮品牌开始陆续宣布要涨价，而且涨价的不只是大集团，连街头巷尾的小吃店、便当店、菜市场的这个生鲜蔬果，到每天要用的卫生纸、洗发精，也通通都在涨价。根据主计处的资料呢，今年6月的通膨率涨幅接近了14年来的新高，而且这个现象在全世界都在发生。美国甚至还面对接近40年来最高的通膨率。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是我们频道会员许愿池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会一起来讨论看看，为什么全世界的物价会飙涨的那么厉害，而这个物价大涨的问题又会持续多久呢？不过在开讨论之前，让我们先缓解一下这个通膨压力哦。先进一段广告时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因为它就是最近很红的 Amazon 跨境电商。但你知道想要当跨境电商，其实可以不用花大钱上课吗？因为亚马逊官方就有提供免费又专业的课程，特别是现在亚马逊全球开店的团队很努力，想要帮台湾知名品牌、传统贸易制造商、网络新创品牌走向国际，让台湾的优质品牌可以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所以亚马逊还为新卖家推出了新卖家入门大礼包的回馈方案。透过这样计划，卖家们可以获得5% 回馈月领，以及最高$5万的福利哦。你有想要卖的东西吗？你有想要被世界看到的商品吗？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一起来参加8月24的成功卖家分享会吧！报名成功的话呢，还有5名的幸运儿有机会获得蓝牙音响哦。现在的涨价潮真的很严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个叫做 CPI 的东西。CPI 中文呢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一个用来观察商品服务价格变化的数据。简单来说，就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东西的价格变了多少的指标。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今年的东西比去年贵了多少，那负责做统计的机构就会在去年的时候，先把民众平常会消费的东西啊，还有服务分成是食物、衣着、交通等等的7个大类，然后再去调查这里面各个商品跟服务的价格。而搜集完之后，等到第2年又再做一次一样调查，然后就可以比较看看这2年的价格差了多少。而这个相差的数字可以得出一个所谓的 CPI 年增率，用来代表这1年来的通货膨胀率。简单来说 ，CPI 数字越高呢，就代表东西变得越贵。不过这不代表说 CPI 数字应该要越小越好，因为目前大多数的国家呢都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经济里面，有适当的通膨成长是正常的，只要通膨不要涨得太快太急，就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包含台湾在内呢，有不少国家都把通膨警戒线设在2%，意思是呢 CPI 超过2% 才需要担心。那台湾现在的 CPI 又是多少呢？那根据主计总处公布的资讯，2021年台湾全年的 CPI 年增率是 1.92%， 离通膨警戒线2% 只差一点点。不过这是去年全年平均下来的数字哦。如果单月来看的话呢，台湾的 CPI 年增率其实已经连续11个月破2%，最近4个月呢还持续的破3%。而最新公布的6月 CPI 年增率呢，甚至来到了 3.59%， 创下了接近14年的新高。那如果再拆开来看呢，民众每个月都一定要花钱买的这个蔬菜、水果、油料、房租等等，跟去年的6月比起来，更是涨了 6.9%。换句话说，对一般市井小民而言，很多平常要买的东西都涨了3到7%，有的甚至涨到了10% 到20%，那当然非常的吃不消。而且这个状况不只发生在台湾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物价也在疯狂暴涨，像是新加坡的 6.7%、韩国的 6%、欧元区的 8.6%、美国甚至更夸张，来到了 9.1%， 创下了40年来的通膨新高。而即使是涨幅比较温和的中国跟日本呢，6月的 CPI 也来到了 2.5% 左右。到底为什么全球的物价会忽然同时疯涨呢？大家以前上经济学的时候应该有学过，影响物价的关键呢是供给跟需求2点，所以只要需求大于供给，东西就会变贵。那有人认为现在全球物价上涨的状况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解释。第一种造成通膨的原因就是全球货物供给变少。根据央行的说法呢，造成这个问题最主要还是因为供应链断裂跟乌俄战争。我们先来谈谈供应链断裂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很多的国家封城啊、锁国，造成这个工厂不能够生存，国际物流
运输大乱，这就导致很多东西的供应链被打断。意思是呢，东西没有办法顺利的生产出来送到消费者的手上。而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本来随着各个国家开始开放，慢慢有缓解，但今年中国很多个重要的工业大城又宣布封城。那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占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8%，因此中国的封城不只是让工厂停工，货物出不出去，很多关键的电子零件也没有办法送到其他国家的制造厂，连带的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生产，而这就加剧了供应链失衡的状况，让全球商品价格也跟着推高。而第二个造成全球货物飙涨的事件呢，就是今年2月爆发的乌俄战争。因为俄罗斯是全球第2大的石油跟天然气出口国，占了全球约25% 的产量。同时呢，俄罗斯跟乌克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区。乌俄战争爆发之后，这些重要的原物料的生产还有出口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而原物料的这个供应变少，价格也跟着飙升。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全球能源价格一度上涨超过60%，而粮食部分也是一样，像是小麦的价格也一度暴涨超过60%。这些重要原物料的上涨呢，也连带导致了很多其他产品的成本变高，像是物流交通肉类、蛋奶类还有很多的日常用品，价格也都因此被推高了。那么前面谈到的供应链断裂跟乌俄战争问题，都是造成商品供应减少导致价格上涨的状况。但是在专家们在讨论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除了商品供需的状况之外呢，还会提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货币供给的状况。这个稍微有点复杂，我们简化的来说好了。可以想象今天政府或是央行为了要刺激经济，用鼓励银行把钱借出去等等的方法，让市场上面的钱的供给增加。那理论上，民众跟老板们拿到这些多出来的钱之后，就会想要去买东西或者是投资。而这个时候，大家手上的钱虽然变多了，但可以买的东西可能却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本来100块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因为太多人跟你买你要出120块才买得到。那就等于说，同样是100块现在能买的东西变少了，货币的购买力正在下降。那我们现在遇到的通膨问题呢，就跟刚刚的这个例子很类似。在2020年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呢，全球的经济一度停摆，很多国家的股市也经历前所未见的崩跌。所以包含了像是美国、欧盟、日本跟台湾在内，各国央行因为担心会发生金融风暴，推行了非常强力的货币宽松政策，像是用降息等等的方式把大量的钱输入市场，借此刺激经济，又或是购买政府国债，让政府有钱去进行防疫措施，发补助给民众等等。但是这样的全球大印钞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时很多央行也已经预告未来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总结来说，前面提到的商品供需跟货币供需两个因素同时作用，就让现在通膨的速度一发不可收拾。这难道说通膨的状况无解，东西会一直这样子不停的疯涨吗？目前的通膨问题什么时候会缓解呢？这个问题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从货币供给跟商品供给的状况去观察出一些现象。先谈货币供给的部分目前很多国家的央行都非常的关注通膨太高的问题，正在进行一连串的货币紧缩政策。这意思呢是跟这个货币宽松政策反过来用升息或是减少购债等等的方式，减少在市场上面流通钱，让大家减少消费跟投资的需求，进而打击通膨。那在货物供给的部分，因为中国逐渐的解除封城很多工厂还有港口开始能够正常的运作，而乌俄战争造成的这个原物料缺口呢，也慢慢被其他地方补上。所以在5月以后，包含了像是原油铜、玉米、小麦等等的原物料价格都开始大幅的下滑，有的甚至还跌回了乌俄战争之前的价格。这些原物料的供应恢复正常之后，其他商品缺货涨价的问题预计也会逐渐的好转。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知道通膨什么时候会好转，但从这些迹象来看，目前有不少的专家认为，现在通膨不停飙高的这个现象，应该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左右就会缓解。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想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的这支影片主题呢，就是会员投票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讨论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面对现在这个高通膨的环境，对很多人来说真的非常辛苦。明明一样努力的赚钱什么都没有做，钱就自己慢慢的缩水，生活越过越吃力，想说要拿钱去投资，又刚好
好遇到今年金融市场大波动，投资还可能比单纯拿现金贬值的更快，真的是非常的尴尬。那面对这样的环境，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美国 CNBC 跟华尔街日报拿这个问题去问了不同的专家，归纳出了几个可以尝试的方法。首先，专家建议趁这个机会呢，小心的检查自己的财务状况，暂时的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且，因为我们不知道东西会变贵多少，所以手上呢还是要有足够的现金来当缓冲。而专家建议准备至少6个月的紧急预备金，可以让你能够更有弹性的面对将来的变化。而再来，如果不希望自己手上的现金被通膨一点一点的吃掉，那适度的投资也很重要。不过提醒大家哦，投资还是有亏损的风险，所以注意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做好功课非常的重要。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因为篇幅的关系哦，我们对通膨还有经济现象的说明做了比较多的简化。如果你有更专业的补充呢，都很欢迎到留言区跟大家一起讨论跟分享。而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会怎么样面对物价上涨呢？我会更小心的计算自己的开支，能省则省哦。然后 B， 我会把这个钱拿去投资或置产，避免现金被通膨吃掉。所以我觉得更努力工作赚钱才是王道啊！滴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物价上涨的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车价为何那么贵，以及房价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